恩爱多年，一纸体检报告得知老公肺癌晚期，我下定决心倾家荡产也要为他治病。谁知在病房看到这幕画面，我选择放弃治疗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肺癌两个字，仿佛一道晴天霹雳，狠狠往我心口砸下来。医生，这怎么可能？我难受得喘不过气。我老公才30岁，怎么可能得肺癌？会不会是误诊？话虽这么说，可我知道误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从几个月前，老公就开始念叨胸口难受，家里时常响起剧烈的咳嗽声，到后面有时候还会咳出血来。我一直催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可他总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没想到这一拖，竟是拖到了现在。要不是我下班回家，发现他昏倒在地上，恐怕病情还得继续恶化下去。回到病房，我没敢跟他说实话，担心他知道后会加重病情，只推说是普通肺炎。好在他没有怀疑，我刚松了口气，老公就念叨着要出院，说医院就是大惊小怪。我知道他是心疼钱，但现在这种情况，出院不就是等死吗？我不同意他出院。你放心，在医院好好治病。肺炎虽然不是大病，也比较麻烦，没医好我不放心。而且治疗费用报销下来，这一个月也只花了5000块钱。我是撒谎了，但人比钱更重要。钱没了可以赚，人没了就真的没了。为了更好地照顾他，我抽空把6岁的女儿送到了爸妈那里。等我火急火燎买完饭赶回来，却在病房外亲眼看到我老公张建明和一个女人抱在一起。好家伙，我为了你的病寝食难安，撕心裂肺，你居然背着我和别人偷情。张建明住院这1个月，我就已经把这几年攒下来的积蓄花空了。癌症不是小病，特效药有效果，但是贵啊，我连女儿都顾不上。这几天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卖房的事，可她却不顾礼义廉耻，出轨出到医院里来了。嫁给张建明的时候，她上面只有一个寡母，婆婆拉扯她长大已经很辛苦了，再加上张建明毕业后一直在私企当小文员，家里也没什么积蓄，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我父母全款买来给我陪嫁的。当初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爸妈就不同意。我不是什么富家千金，但也算得上小康家庭，爸妈都是国企的退休员工，手上也有些存款。这种条件怎么都能找个比张建明好10倍的。可我是铁了心要嫁给他。一是年轻没吃过苦，觉得友情饮水饱，况且我和他都有手有脚，不愁找不到工作。二是我第1次谈恋爱，他又对我千依百顺，看多了宁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段子。我坚信我就是张建明的特例，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，我忍住了推门而入的冲动。等小三离开后，才装作刚回来的样子。张建明吃着我买回来的饭，突然扒拉了2下盘子，这菜好像有点凉了，而且天天这么吃也太清淡了，嘴里没味。或许是因为刚偷会了小情人，他心情很好，随口抱怨2句，便又埋头吃了起来。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想了很多事情，想到了我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还想到了女儿。女儿还小，不能没有父亲。我打算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知错能改，日子还是照样过。老公，我心里反复思考该怎么敲打他。这事儿不能说得太明白，不然以后大家都尴尬。张建明抬头看着我，我继续道：我今天上午送妙妙去爸妈那里了，
一去就看到他们小区有家人在闹离婚，好像是男人出轨了，反正闹得还挺凶的，把妙妙都吓哭了。张建明脸色尴尬了一瞬，妙妙当时就抓着我的手，哭哭嚷嚷地说不要爸爸妈妈分开。我边说边直勾勾盯着张建明，老公，你应该不会背着我在外面乱来吧？张建明嗤笑一声，你别多想了，妙妙是小孩子，你又不是，你天天和我在一起，我怎么出轨？我点点头，笑道，也是。张建明话音一转，不过男人出轨也是有原因的，也不一定都是男人的错。这是什么歪理？我有些不敢置信，但什么都没表现出来，玩笑般的说道，反正你不要出轨就行，不然我可就真的不管你了。他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你烦不烦啊？老子天天浑身不舒服，你还在这儿想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要是真出了轨，你就不知道想想自己的问题吗？别什么事都怪男人身上，自己出去看热闹，回来就迁怒于我，有病吧你！张建明骂了几句，把筷子往桌板上一摔，直接背过身躺下。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些话，当下有些傻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。我冷着脸道，张建明，你以前可不会这么凶我，该不会是被我戳中心事，恼羞成怒了吧？张建明转过来，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，我本来就住院身体不舒服，你还来影响我的心情，我这才不爽的。我没说话，大概是意识到自己刚刚说话确实太过了。他声音软了2分，行了，你也别生气，夫妻之间本来就要信任，你看我都没有怀疑过你，你却乱猜我，你真是太伤我的心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算看清了，张建明压根就没有悔改之心，就算刚刚我真的冲进来，当场撞破他出轨的丑事，他也会直接倒打一耙，把问题全归结于我身上。他对我一通指责，随后直接起身下床，穿上拖鞋就闹着要出院。这一次我没有阻止他，直接给他办了出院。回家的路上，张建明仍旧表现得很惊讶。他住院的1个月来，因为想出院这事儿，已经发了不知道多少次脾气了，但我都会用各种理由安慰他继续住下去。没想到今天我会答应得这么痛快，我心凉透了，一时间失望至极，掏心掏肺对他，却换来这种结果。狗男人果然靠不住，我好心给他机会，既然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回家后，张建明又开始咳嗽，他身体不舒服，一看到我就横眉竖眼的，把我当出气筒。我天天上班挣钱，让你在家当全职太太，每天舒舒服服的，什么都不干，这么久了，连个儿子都生不下来，真是太没用了。以前他说这种话，我还会跟他理论一下，生男生女决定权在男人身上，跟女人没关系。可他根本不听，认为我是在狡辩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当场回怼，我虽然没生儿子，但我不是给你生了个女儿吗？妙妙那么可爱，谁见了不夸2句？张建明面露讽刺，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的？以后长大了跟你一样吗？老子可没钱给他买房子，再可爱还不是赔钱货。他大大咧咧瘫在沙发上，简直像个无赖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在他心里是这种角色。以往他白天出去上班，到了晚上才回来，我和他交流也不多。这些天他病了，公司给他放假，我寸步不离，天天照顾他，倒是让他看我不顺眼了。我失望至极，也懒得再纠正他的措辞，反正他有癌症，也活不久了。张建明见我不说话，瞥了我一眼道，你就是过得太舒服了，天天拿着我的钱享福，什么都不干，太闲了，身体不好才生不出儿子。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这几天我把我妈接上来，她对生儿子这事儿有经验，你到时候听话点。”看着张建明脸上洋洋得意的神色，我感到一阵反胃。我虽然没有上班，但也不能叫全职太太吧？每天家务孩子连轴转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干最多的活，没有工资不说，连句好话也听不着。也怪我以前总认为家是讲奉献的地方，这才一忍再忍。可现在看来，张建明根本就不值得我这样做。一想到他命不久矣，我也懒得再搭理这人渣，直接转身回房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没睡醒，婆婆就一把掀开了我的被子。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，老娘活了几十年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好吃懒做的女人。我瞬间清醒，皱眉看过去，老婆子双手叉腰，甩开大嗓门道：“还敢瞪我？赶紧起床做早饭！一天天的连个儿子也生不出来，还想当大小姐，让老婆子我伺候你。”和张建明结婚7年多，我因为没为他生下儿子，明里暗里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嘲讽。但像这2天这么频繁，母子俩一起攻击我的情况还是少见。不过我早就不在乎张建明了，以前对他妈客气，那都是爱屋及乌。至于礼貌和教养，对一个不讲道理的疯婆子根本没必要。我起身下床，妈，想吃什么您说。他以为把我拿捏得死死的，立马得意起来，走在我前面报菜名。眼看他踏出房门，我从后面猛推他一把，一鼓作气关上门，从里面反锁。随后也不管他在外面疯狂辱骂和拍门，继续睡我的回笼觉去了。等我睡醒，已经是中午12点了。自从嫁给张建明，我就没睡过这么久的觉。婆婆一脸阴沉地坐在客厅，见我出来，恶狠狠瞪着我。我知道这老婆子心里憋着坏水，不过我也不怕，她和张建明再也不能以爱之名来伤害我了。果不其然，张建明下班一到家，老婆子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天喊地说我欺负了她，不给她饭吃。张建明不由分说就开始骂我，甚至还想动手打我。我冷静地对上他的目光，把脸凑过去，同时举起手机，打，你打我也打。手机屏幕显示着拨号页面，我早就按下了1103个数字，大拇指离拨号键只差1厘米。张建明不敢把事情闹大，他一向喜欢在外面立好丈夫人设。手机收起来，我不打你。我冷哼一声，却听老婆子阴阳怪气道：“你和他客气什么？警察又不会管家务事。”说完，转头看向我：“许丽，老娘过来不是看你耍威风的。你要是再生不出儿子，就离婚，别耽误我们张家血脉延续。就这品行不端的血脉，有延续的必要吗？我现在还不想离婚，这房子是我的。如果离婚，张建明还得分走一部分。就算要离，也得找到他出轨的证据，让他净身出户。”老婆子一连骂了我半个多小时，直到屋外有人敲门，她才脸色稍晴。开门之前还警告我请了几个亲戚来玩，你等会别给我儿子丢脸。这几个亲戚，我之前陪张建明回老家过年时都见过，他们生的基本都是儿子。其中一个女人一进门就说：“许丽啊，我听你婆婆说你还没怀上2胎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“是啊，女儿可得对这种事上点心。我就比你大3岁，但我第3个儿子都5岁了。哎呀，二嫂，你也不能拿人家和你比啊。有些人没福气，生不出来能怎么办？没事，咱们一起帮许丽想想办法。”几个女人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轻蔑和不屑，仿佛没有生儿子是天大的错一般。
老婆子把他们迎进门，侧过头呵斥我：“还愣着干嘛？没看到家里来客人啊？去给大家伙泡壶茶。”等我把茶水端上来，众人又是一阵夹枪带棒。张建明也和他们坐在一起，却完全没有为我说一句话的意思。看来没有儿子这件事很让他耿耿于怀，成了他的心病。如果是几天前，我真的会内疚，没有为他留下一个儿子。可现在，我只是心疼自己。如果早知道他外面有人，哪天他晕倒，我就不该送他去医院。到了饭点，老婆子又骂骂咧咧，催命一样让我去做饭。我在厨房忙前忙后，外面一帮子人摆烂蹭吃蹭喝，根本顾不过来。可也没有一个人有帮忙的意思。不过我也不在乎。听着客厅里剧烈的咳嗽声，我知道张建明又开始抽烟了。他住院时被我管着，一根烟都抽不着。这2天出院了，对自己就格外放纵，像是要把之前没抽的烟全都补回来，导致病情加重，一咳起来止都止不住。我勾起唇角，心里生出一丝阴暗的爽快。就这样把张建明熬死，好像也还不错。家里一切开销都是我在负责。张建明每个月按时上交工资，但是之前为他治病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担心引起他的警觉，我没有找他要钱，而是以想为他减轻负担的借口，出去找了一份工作。张建明不疑有他，反而对自己的认知更加沾沾自喜。我就说，你是全职太太，当得太安逸了，出去上班也好，天天围着我转，都没有自我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这是又从哪里喝的毒鸡汤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普通却自信。但有一点他倒是阴差阳错说对了，我出去工作还有个原因，就是不想看到他，因为不想回来。我从上班的第1天就主动加班，几乎每次都是晚上10点多才会回家。老婆子突然给我打电话：“许丽，你今天也加班吗？”我第1天上班回家那么晚，她都没过问一句，现在才下午4点钟就给我打电话，也太反常了。直觉告诉我不对劲，她当然没有那么关心我。老婆子试探了几句，我心里就有了个底。张建明出轨这事，恐怕他早就知道了。问我加不加班，估计是小三今天要去家里做客吧。也是，我没给他生孙子，总得换个人来生。谁生的不重要，只要是他张家的孙子就行。我抱怨说今天还是得加班，没办法回去做饭了。老婆子高高兴兴的让我好好工作，就挂了电话。6点整，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捉奸。同事有些诧异：“小丽，今天不加班了？”我点点头，有些难过的说：“老公要死了，我得回去陪陪他。”同事脸色有些诧异，说了句抱歉。我赶回去，在单元楼下蹲了好一会儿，老婆子才带着小三笑呵呵地走过来。他们没有发现我，这小三就是那天我在医院里看到的女人。猪猪，我就喜欢你，那许丽挺没用的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让建明和她离婚。婆婆只喜欢你。老婆子慈眉善目的，比面对我的时候和蔼不知道多少倍。小三看起来很开心，我也喜欢您，不过许丽也还行吧，我还挺感谢她的。上个月建明晕倒不舒服，都是她照顾的。说起来，我很想当面谢谢她呢。她语气挑衅，并不是真的想感谢我，而是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。自从那天在医院发现张建明出轨，我就私下偷偷查了很多东西，也在网上发了帖。许多网友和我感同身受，纷纷给我出谋划策，还有姐妹直接私信我推荐了私人侦探。我把联系方式存下来，却一直没动。等老婆子带着小三进了楼，
我才拿出手机联系了那个私人侦探，请他去调查小三。晚上10点多，我装成才下班的样子回家，老婆子躺在沙发上剔牙，小三早就走了，一回来就去房间里躺着。家里的活你看不到吗？刚走到卧室门口，老婆子就腾的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。许丽，我儿子怎么会娶你这种女人？真是家门不幸，他现在有了儿媳妇的新人选，看我是哪儿都不对劲。我回头看向桌子上的残羹剩饭，心头烦躁。我都尽量再避开这两母子了，可每天回家，他们还是会给我留下一堆活。吃了饭的碗，就算堆满了洗碗池，也不会去洗。谁好吃懒做，显而易见。沉默片刻，我柔声道：“妈，领导看我努力，承诺我下个月会给我涨工资。家里的活我实在是有些顾不上了。这样吧，您帮忙照顾一下家里，每个月我给您3000块钱零花行不行？外面洗碗工也就是这个工资了，但是这家里每天就他们两母子吃饭，碗也没几个。看在钱的面子上，老婆子立马露出一副笑脸。都是一家人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之后详细盘问了我在外面做什么，工资多少，发薪日是哪天，我随便编了一通应付过去。有了今天晚上这番操作，老婆子果然安分不少，也不怎么找我茬了，倒是开始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加班不，偶尔不加班，回家却一个人都没有。几天下来，我也摸出来一个规律，我加班的时候，张建明就会把小三带到家里偷情，不加班的时候，他们3口人就会在外面找个地方演绎和睦美满，宛如一家。至于他们去了哪里，私人侦探很快就告诉我了。小三名叫王珠，和张建明是一个村的，未嫁人时还追过张建明，离过婚，前夫死了，但是生了2个儿子。张建明会选择他，也是因为那2个男孩的原因，觉得王珠一定能给他生个儿子。这次不等老婆子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主动告诉他晚上不加班。回家时，家里果然空无一人。趁着没人，我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监控。晚上张建明竟然把王珠和他那2个儿子一起带回来了。虽然早就知道，我还是被他的明目张胆震惊到了。爸爸，小男孩刚叫出口，就被王珠伸手堵住了嘴巴。他佯装愤怒：“弟弟不能乱说话哦，叔叔不是爸爸。”随后转头看着我，没什么诚意的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没误会吧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没事，不听话打一顿就行。”王珠愣了一下：“嫂子真会开玩笑。”张建明被小男孩那声爸爸叫得浑身通畅，蹲下身子捏了捏孩子的脸，哄道：“阿姨不会打你的，别怕。”说完才慢悠悠向我解释：“老婆，珠珠是我的朋友，家里男人出事走了，当时走的时候孩子小，没体会到父爱，你知道我心软见不得，就偶尔带着孩子们玩一玩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多让人心疼啊，你说是吧？”他一脸慈爱地抱起小一点的那个男孩，亲了好几口，饶是我对他一点都不在乎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也还是有些怒了。他自己的女儿不亲不疼，女儿天天闹着要爸爸，他也只会说丫头骗子赔钱货。女儿眼巴巴一脸渴望地邀请他去学校参加亲子活动，他更是理都不理。现在对着别人的孩子喜欢的不行，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亲生的女儿会比不过别人的儿子？莫非这孩子是张建明的？他早就出轨了。我心里一惊，顿时冷静下来。原本想慢慢熬到他自己病死的，可我现在却等不及了。我得让他付出代价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。
张建明和2个孩子玩了好一会，见我要回房休息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婆，今晚咱们就别睡主卧了。猪猪带着2个孩子不方便，今天就住家里了，让他们3个人睡主卧吧，床大点，3个人也不挤。你去和妈一起睡次卧，我等会把沙发拼起来睡客厅。”小三摆摆手：“这怎么好意思？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们了，我等会带着2个孩子出去开个酒店就行。”老婆子也开口：“有什么麻烦的，就听建明的，你去睡主卧。”王珠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看向我：“对不起啊，嫂子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我真是没见过这么装的人，这大半个月他都来睡了几次我的床了。”我不动声色安慰了他几句：“没事，你也是可怜人，去休息吧。”王珠面色一变，抿了抿唇，最后没说话。半夜，老婆子在旁边睡得呼噜震天响。我偷偷打开卧室的监控，张建明果然和王珠抱在一起，他们俩把孩子挪到床头，竟然当场亲密起来。你老婆情商真是太低了，人看着也挺无趣的，晚上居然还说我是可怜人，呵呵呵，真不知道谁才是最可怜的。王珠低低笑了几声，两人都压抑着声音，但耳机里还是能听清。张建明道：“他又蠢又笨，提他做什么？扫兴得很。”王珠笑了，这不是想到他就在隔壁房间，比较刺激。别说他了，好好给我生个儿子，到时候我和他离婚娶你。王珠听得咯咯直笑。第二天，张建明一起床就拦着我，逼着我向公司请假。老婆，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，猪猪的孩子缺爱，我看2个孩子也挺喜欢你的，你在家做点好吃的，陪他们玩会儿。我眉心一跳，反问道：“他们是爸爸没了，又不是妈妈没了，又不缺母爱，干嘛要我陪？”张建明皱眉，脸上已经有了怒气，但他还是忍了忍。家里只有你做饭好吃，你就请个假帮帮忙，就1天而已，又不会有多大损失，别到时候让人家觉得我们不礼貌，待客不周。我心头冷笑，真实原因是这样吗？昨晚王珠睡觉之前跟张建明撒娇，说一定要我今天伺候他1天。张建明为了讨他欢心，满口答应下来。王珠立马得寸进尺，摸着肚子说等怀上了儿子，到时候还要我给他伺候月子。他们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连视频都录下来保存了。老婆，算我求你了，家里的事我搞不定，就1天行吗？张建明说着，拿出手机给我转了1000块钱。我收了钱，还是要出门。张建明急了，儿子就是他命根子，不把王珠哄开心，他怎么给自己的生儿子？他挡在门前，豁出去般说道：“我再给你转2000，你今天就待在家里。你什么时候存的私房钱？”我露出个吃惊的模样，随后一把夺过他的手机，点开微信余额3万多。我皱着眉：“张建明，你背着我存了这么多私房钱，想干什么？想在外面玩女人啊？”他情绪瞬间激动起来，但顾及到屋里还有2个孩子，只能对着我低声道：“玩什么女人？公司发的奖金，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吗？”我连忙把这3万多转到我手机里，只给他留了100块钱。他目瞪口呆，但在我同意今天不出门后，也没有再多说一句，估计是准备等王珠带着娃走了再跟我算账。不过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王珠看我真的没出门，一连给张建明抛了好几个媚眼，两人暗送秋波，频频互动。说实话挺恶心的，我懒得看，钻进厨房开始做饭。至于王珠想让我伺候她端茶递水，简直做梦。她的声音我都自动过滤了。等饭菜全部上桌，
他脸色已经有些不好看，端着架子挑三拣四。张建明找到机会出头，站起来，狠狠把筷子摔在我身上，吼道：“许丽，你看看你做的什么玩意儿？这饭小孩子能吃吗？怎么不能吃？”我也站起来，大声质问回去。妙妙吃了5年我做的饭，不是健健康康、白白胖胖的，你女儿吃得好好的，他们不能吃。2个小男孩被吓了一跳，害怕地抱住王珠的胳膊。张建明道：“你别给我提那丫头片子，会气。她说我还能忍，可她这么说我女儿，我却忍不了。我知道她是想在王珠面前逞威风，才这么贬低女儿。可这更让我生气，我和她大吵一架，直接摔门而出，在外面找了个酒店住下。我又打开监控，他们已经吃完了饭，老婆子在厨房洗碗，张建明和王珠坐在沙发上，一人抱着一个孩子看电视。爸爸，你刚刚怎么对阿姨那么凶？我觉得她做的饭挺好吃的呀。其中一个小男孩仰着头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王珠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开口道：“因为那个阿姨是坏人。”坏人？王珠点点头。对啊，她想抢走爸爸，取代妈妈的位置。如果不把她赶走，以后你们就见不到爸爸了。2个小孩立马就不干了，皱着眉头开始和王珠一起骂我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张建明就笑呵呵地看着他们，看得我只想吐。这女人怎么能这么教孩子呢？太无耻了！正在这时，那个私人侦探又给我发了新的消息：王珠的那2个儿子不是同一个父亲，但是他只有一个前夫。我连忙追问，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张建明？私人侦探道：不是，王珠在前夫死之前就出轨了，奸夫另有其人，2个孩子的父亲都不是你老公。不过王珠的前夫不是自然死亡。我心里一惊，什么意思？你老公是在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和王珠勾搭上的，当时那男人还没死，你老公一直想让王珠给他生个儿子，后来2个人厮混的时候被前夫发现了，王珠当场下跪，说自己再也不敢了，你老公也赔了5万块钱。前夫看在钱和孩子的面上忍了下来，之后没多久，你老公就和王珠给他前夫下了药，2个人一起害死了前夫。看到这里，我忙给私人侦探发了个大红包过去，拜托他一定要帮忙查到这对狗男女害人的证据。私人侦探收了红包，下一秒就把王珠和张建明密谋害人的聊天记录全部发给了我，其中还有王珠手机里的买药记录。该收网了，我给王珠和张建明各发了一份张建明确诊肺癌的检查单，同时把他们2个人的亲密视频散布到了各个亲戚群里。微信顿时炸开了锅，大家吃瓜的吃瓜，看热闹的看热闹。张建明疯狂给我打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，他改成给我发微信，都是些不堪入目的辱骂性信息，还指责我是因爱生恨，报复他出轨，才批色癌症确诊单来恐吓他。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怕了，一边骂我，一边问我癌症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一点儿都不自信。我好心给他发了我和医生的对话录音，录音是当初我刚得知他肺癌的时候，锲而不舍地询问医生什么食物适合他吃，怕记不住才录下来的。张建明崩溃了，发的信息字不成句，前后颠倒。我反手打开监控，准备欣赏一下他现在的表情。明明半个小时前还其乐融融，一家4口相亲相爱看电视的画面陡然一变，气氛剑拔弩张。王珠拉着2个孩子想出门，张建明挡在门口，死气沉沉的不让他走。张建明，你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
还招惹我干嘛？怪不得你天天咳嗽，原来是得了癌症。你不是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吗？你肯定知道自己得了治不好的病，就是想骗我给你生孩子。怪不得你没儿子，窝囊废一个，早死的命。生了儿子也是受罪。你让开，我要出去。他口无遮拦，也不知道张建明跟他说了什么，让他这么激动。但他又说他要死，又说他没儿子，句句都往张建明肺管子上戳。张建明哪里受得了，当即就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贱人，反正老子都要死了，死之前你必须给我生个儿子。他一把抓住王珠的头发，不管他死活拖着，就往卧室走。两个小孩被吓傻了，抱在房门口哇哇大哭。老婆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一个劲儿拍大腿念叨发生什么事了，怎么好好的打起来。但是家里没一个人理她，还是我好心给她打了个电话。亲爱的婆婆，我来跟你说说发生了什么吧。我勾起一个甜甜的微笑。你儿子得了肺癌，王珠想跟他分手呢。老婆子凶神恶煞的吼：你放什么狗屁，我儿子好好的，你才得肺癌了。我啧了一声，不信拉倒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老婆子虽然表面上不相信，可自从我挂断电话之后，她就六神无主，一会儿在原地转圈圈，一会儿跪在地上求神拜佛，祈求神佛保佑张建明长命百岁。对卧室里王珠发出的惨叫声毫不理会，杀猪一样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正当我打算切换摄像头，看看房间里面的情况，卧室门一下子被打开了。王珠哭着跑出来，身上还有很多淤青。她冲到门口拉上孩子，刚一开门就撞上了一群警察。是的，我给他和张建明发完肺癌检查单，紧接着就报了警，同时还把这对狗男女害人的证据一并发给了警察。警察把发狂的张建明和崩溃的王珠一起铐了。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别抓我儿子，他是好人。老婆子拉住警察，有些语无伦次。张建明和王珠面无人色。警察掰开老婆子的手，公事公办道：大娘，有人匿名举报张建明涉嫌一起故意杀人案，证据确凿，我们现在要把他带回去审查，希望您能配合，不要阻止我们办案。老婆子傻了，故意杀人？怎么会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说着说着，竟是直挺挺昏了过去，现场乱成一团，铁证如山。张建明和王珠再也无法狡辩，两个人都因为谋杀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。张建明也因为没钱治疗，在狱中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，短短半个月就瘦成了皮包骨，整个人看着就是一副马上要死的样子。我去探望了一次，10来分钟的时间，他一边骂我一边咳血，上气不接下气。但是我很解气，我任由他骂，一句也不反驳。但他吐一次血，我就哈哈笑出声一次，气得他差点背过气。我上诉离婚，同时把张建明婚内出轨以及害人的证据提交到法院。法院判了张建明净身出户，还得赔偿我20万精神损失费，房子、车子、孩子全都归我。老婆子没了儿子，也不嫌弃我女儿是个丫头片子了，想上门来抢，还想分走一部分财产。我直接不见她。听说后来她被村里人指指点点，亲戚朋友也都指责她没教好孩子。她一个老太婆，没有收入，儿子也靠不住了，只能种点田地过日子。有次她收菜时，故意挖了邻居家一沟菜，邻居骂她，她死不承认，还说那就是自己种的，气得邻居破口大骂：怪不得你儿子得肺癌，有你这种妈！
报应是报到孩子身上了，活该。老婆子当时就受不了了，原本就因为张建明被抓这事而得了高血压，这回更是气血上头，一下子中风了，醒来就偏瘫了。之后我就没了解过了。我离婚的事没对女儿造成任何影响，张建明不爱她，父女俩感情淡薄，女儿跟着我反而变得更开朗大方，日子也越过越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